如果有小伙伴曾经因为自己对人和环境的敏感而感到不知所措，那可能听说过高敏感人群这个词。1996年，心理学家伊莱恩·阿伦博士率先研究了这一说法。在更深层次上，高敏感人群具有处理和感知信息的内在生物倾向，但不能因为一个人敏感富有同情心，就自动认为他是高敏感人群。不可否认，高敏感人群和情绪海绵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有时很难区分，比如两者都有更大的同理心和利他主义能力，以及对环境和周围人的高度敏感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5个表明可能实际上情感海绵而不是高敏感人群的迹象，会照顾别人情绪。根据心理治疗师埃米洛的说法，尽管高敏感人群和情感海绵在照顾他人方面都天生敏感，但后者往往界限较弱，因为他们周围的人总是把所有的问题和感受都转嫁给他们，他们常常觉得精疲力竭，不堪重负，自己别无选择，只能照顾每个人的情绪，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总是被别人的情绪轰炸，会让自己很难关注自己的感受。通常情况下，情感海绵在没有别人给他们提示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想、怎么感觉的情况下，会感到迷失。他们被压抑的情绪也会让他们变得不稳定，因为他们习惯了把一切都藏起来。有资质的咨询师贝基·斯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：觉得自己被别人榨干了，却又迷失了自己。2021年，健康与保健记者希拉里·拉伯和有资质的心理学家肯德拉·卡巴拉博士为心理中心撰写的一篇文章称，吸收他人情绪会在心理上精疲力竭，以至于几乎没有精力花在自己身上。这有点像一直被过度刺激，一旦不被刺激时就感到不舒服一样，因为这对自己来说是陌生的。会受到负面消息的严重影响。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作家朱迪斯·奥尔洛夫博士解释说，如果共情者生活在平和和充满爱的环境中，他们就会吸收这些并茁壮成长，而消极常常让人感到攻击性和疲惫不堪。这就是为什么负面新闻比高敏感人群更能影响情绪海绵，即使新闻与他们没任何关系。事实上，即使最轻微的冲突、对抗性拒绝，都足以引发焦虑的情绪海绵，有无法解释的症状。最后，按照心理学家瓦莱里亚·萨瓦特的说法，内化很多沉重的情绪，比如紧张、担心、悲伤和沮丧，有时会导致出现由严重的心理疲惫引起的无法解释的症状，比如疲劳、失眠、无法解释的疼痛、头疼和胃部不适、呼吸困难。大多数有同理心和超敏感的人会更强烈地处理环境中的刺激，情绪海绵会强烈吸收周围环境中的负面情绪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可能最终会感到同情、疲劳，甚至精疲力竭。你有我们提到的这些迹象吗？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一块情感海绵，而不是高敏感人群吗？虽然想帮助别人当然是令人钦佩的，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小心，不要总是沉浸在别人的感受中，最终忽视了自己的感受。承担别人的情感包袱会让人非常疲惫，所以永远不要因为在需要时优先考虑自己的心理健康而感到内疚。